大家好，正常情况下，如果您被人反复的拒绝，十有八九您不会感觉快乐的。对于赵丽颖而言，一件天大的好事落在了她的头上，而她呢，她居然拒绝了。那么，你会不会为她可惜呢？对于王一博而言，被人围堵和纠缠，被人贬损和污蔑，都是花样的各种的拒绝的代名词而已。那么，不被黑粉们接受的这个王一博，通过顶戴皇冠的形式去证明了自己，这场景是不是超级的梦幻呢？这个世界就是这么的魔幻的了，很多人害怕被人拒绝和拒绝别人。然而呢，拒绝有时候就是明辨和自保，或者说拒绝有时候就是激励和刚强。而且时间总会证明一切的，说多了无味。深度和温度由新闻百度。科幻大片《巨齿鲨》我曾经聊过了，这是一部相当成功的中美合作大片。因此呢，该部片子在北美和内娱圈当中都取得过相当丰硕的票房成绩。现在2022年，也就是4年后的今天，巨齿鲨的续集，也就是巨齿鲨2，目前已经打算正式的立项开拍了。有鉴于曾经参演的李冰冰，由于我曾经开篇聊过的个人的原因，已经无意再次的接拍这种上天入地的动作戏了。所以呢，这个项目最后敲定的中方主演人选就落在了拼命战狼吴京和拼命三娘赵丽颖的身上了。但是呢，有趣的是，电影咖李冰冰这次友情输送的国际性资源，并没有让合伙人赵丽颖欣喜若狂的欣然接受。据知情人透露说，目前赵丽颖已经请辞了这个项目了。于是乎，不少人都大呼可惜，觉得赵丽颖心里面没谱没数，连跟红色大牌吴京合作的机会都要错过，实在是匪夷所思。按照常理说，巨齿鲨这种爆米花兼爆血管类型的惊悚的电影，但凡放在了优质的档期，大概率还是可以再续辉煌，再爆一次的。所以呢，明面上这个饼貌似确实不错。然而呢，为什么这么好的一个电影资源，而且还是国际性的电影资源，赵丽颖会拒绝，会不想拍呢？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聪明的您又猜得到吗？或许希望我一经解释，您就会恍然大悟了。首先，众所周知，赵丽颖一直都在筹划着剧圈的转型。我也聊过了多次了，她手头上已经有一大波的貌似相当不错的电视剧资源了。即便好的剧本，并不代表着会有好的收视率的。至于为何呢？关心本频道的您都知道了，这其实也是每一个清流艺人都绕不过去的一个坎儿了。对于电视剧女王赵丽颖而言，拍好自己所擅长的电视剧的题材，比起在动作电影当中去当吴京和杰森的背景板，来的更有长线的价值和回报的。所以并不介意去做国际巨星配角的他，并没有足够的李冰冰式的热情去爱上这个项目。其二呢，虽然赵丽颖在八五花当中是叫得出名堂的拼命三娘，她的敬业的精神无与伦比。然而呢，投身国外动作戏这块的话，她就必须做好成为李冰冰第二的心理准备了。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意味着身体和健康的代价往往都会超乎了普通人的想象空间了。因此呢，这个饼虽然大，但也会噎死人的。赵丽颖思虑再三之后，毅然决然地选择放弃了这个饼，放弃了李冰冰的人情，也算是聪明的做法了。毕竟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投入和产出严重不成正比的话，就会像李冰冰一样了，被迫早退的了。
其三就是赵丽颖最大的顾虑了。所谓墙外开花，墙内不香。这个电影资源放在3年前，肯定是个出口转内销的李冰冰式的国际影星的成名捷径了。问题是，大国已经崛起了，所以呢，美国的镀金、海外的招牌都已经昨日黄花菜的了。去年，也就是2021年的4月份，勇夺了第93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影片以及最佳导演的那个华人之光，居然掀不起一星半点的水花出来。这其实就是大国崛起的燃爆的信心所在了。这种信心下的中国演员们，最好还是要远离国际资源，甚至美国资源，越远越好的。要不然惹得一身骚，到头没个好。其次就是时间点的问题了。2022年注定会是一个充满超级变数的奇幻的奇怪的年份了。就连国内的满眼伪光正的时代证据，现在都有不少的地雷、陷阱和禁忌开始埋下的了。更何况那些安全系数上基本为0的国外的电影资源了。现在去踩这个时间点，连改开题材野蛮生长也都成了个未知数的了。在这个开始变得异常敏感的时间点，去炒作那些美帝国主义的无脑的影片，只会让社会主义娱乐圈不高兴的。而且这个时候只会增加更多的未知未明的反华或者辱华的元素出来，避忌难免了。而这些不利的因素对于战狼吴京而言，其实一点都不用担心了，因为他早就站在了国家级别的安全无比的战狼代言人才会有的那种红色的巅峰上了。聪明的而且自知条件还不够成熟的这个赵丽颖，这点还是看得清的，还是拎得清的。有时候拒绝就是无奈和自保了。而对于王炸弟弟王一博而言，拒绝偏偏就是一种超强的激励和刚强。为什么新闻我会突然这么说呢？深度和温度由新闻百度。首先，新年流流，王一博终于破天荒的顺利的回家了。安心的他还为此特别的录制了一段视频和粉丝们共享。这个向来都喜欢耍宝的王一博，这次在家里真的是彻底解放的了，居然以全程素颜的一种大无畏的方式，大大方方的出镜了。而且这次他选择了一种特效的方式，给大家伙张贴对联来讨个彩头。夸张的是，这次他全程都没有一丝半点的表情包奉献，全程都是最高级别的高冷的姿态呈现出来了。这种酷盖才有的酷帅，让摩托姐姐们简直爱恨交织了，也实在是没有办法了。因为大家伙最爱最吃的就是他向来欠奉的笑容 A 餐或者笑容 B 餐了。特别是这个喜气洋洋的合家欢的时节里面，说白了，在新闻我以别不同的眼里，其实大家伙还是表错情了，理解错他了。王一博勉强出镜的这一副生无可恋、面无表情的样子，在新闻我的眼里，明晃跟耍酷无关。这明晃就是一副睡得正香的时候被人拎起来的那种突然交功课的懵懂的模样。这副相当典型的睡眼惺忪的表情跟酷盖完全没有直接的关系。
拼命三郎拼命了整整1年了，终于回家睡个安稳觉了。居然呢还要被各式各样的追命 call 连环的追命，去完成自家团队和粉丝们翘首以待的各种的功课。这种依旧睡不醒、睡不够的样子，居然还没有人看得出来。新闻我说到这儿也是彻底的醉了。春节对于任何人而言，都是关掉自己的手机，关掉自己的烦恼，享受自己的亲情的最美好、最恬静的怡然的日子了。结果呢，是没有结果。话说回头，他的成功也完完全全离不开他的这种几乎忘我的工作态度。他能够拥有今天的所有的成就，并不是偶然的。他已经进入娱乐圈很多年的了，每一天他都在认认真真的生活，努力的前行当中。而这一次，即便他刚刚回到了自己阔别已久的家中，依旧马不停蹄的和粉丝们光速的分享了自己的动态，这种态度绝对是杠杠的满分了。所以呢，不要苛求，全程素颜出镜的他，一个简简单单的报平安的动作，完全无需过多的解读才行。镜头中的他，一件白色的 T 恤，显得特别的干净清爽，而且也没有做啥发型，或许这个时候是他刚刚洗完澡的一副模样吧。这次回家连好好休息都做不到的话，新闻我只能猜测，至少他的除夕年夜饭或许会为那些爱恨交织并且依旧热切等待的粉丝们带来下一波的可以笑逐燃开了的欢喜感出来了。设身处地的站在王一博的立场，新闻我实在很理解他的个中的心情。一年到头已经1整年了，这个出门在外为理想打拼的少年游子，在自己的家里想要好好的蒙上头睡上一觉，这本来无需苛求。无论如何，这种安稳觉绝对是每一个人一生当中最逃避烦恼、最朴素简单，也最无忧无虑、开心畅快的事情。新闻我到现在都还清楚的记得，小时候回到广西的老家的时候，躺在家徒四壁的竹席上，难得那种一闭上眼睛就能够睡死过去的美妙的画面感了。我这辈子也就这么可怜的一幕，这最无趣、最简陋的一幕，却又最让我没齿难忘、印象深刻的了。游子归家，要的就是灵魂上的安息，片刻的归隐而已。因为这个时候是最棒的充电的时间了，充满的都是家人们的各种的爱以及关切的视线，还有那些足够1整年花销的祝愿和祝福了。这不，这个电力满满的神奇的小子再次传来了电力四射的新年的喜报了。2022年1月29号，王一博的新歌那一首《年》傲娇的荣获了全球华人歌曲排行的冠军。王一博当年的那一句“我会让你们以我为荣耀”，终于再次的成为了言出必行的新年的喜报了。要知道，就在刚刚过去的跨年的时候，他还因为这一首歌和他的一张脸被人无情的嘲讽和拒绝过。到如今，无声的他再一次的用自己的行动直接打脸了那些拒绝过他甚至号召脱粉的黑粉们，再一次傲娇的成为了真爱粉丝们的荣耀和骄傲了。熟悉本频道的您也肯定会知道，这首歌我曾经第一时间的深入分析过，所以在此就
不过多的赘述了。有兴趣的您可以自行的回顾一下我曾经畅聊过的关于这首歌的趣味点，以及王一博被人反复拒绝的各种的事件的起源和前因的后果。年属于王一博的新兴的尝试，演绎的方式也跟以往大不相同，没有热舞的烘托，只有王一博静静的诉说，而这些诉说恰恰好道尽了所有与王一博一模一样的跟命运抗争中的为未来打拼中的人们的心声了。就像一个邻家男孩的娓娓诉说一样，需要每一个人的静心、静听和共鸣。整首歌的歌词堪称通俗易懂，每一句都基本上承载着满满的正能量。特别是和声部分的那一声声的呐喊，更加容易敲击到听众们的内心当中去了，瞬间就能够引发出一种感同身受的共鸣感出来了。值得一提的是，王一博也是诚意满满。为什么我会这么说呢？因为这首年这回采用了音乐平台上免费畅听的形式，避免了各种的打榜、氪金等等不良饭圈文化的传播。这种行动相当的正向，相当的给力。不仅如此，年的单曲封面的造型还特别蕴含着公益传播的一种故事。所有的这些的细节都可以轻易的看得出来，王一博为这首年注入了不少的心血、信念和力量。一首优质的音乐的作品，最重要的就要与所有的听众们搭建起心与心共通、心与心共鸣的桥梁出来。通过王一博所有点点滴滴的细节上的考量和表现力，无疑的他已经完全做到了。这首歌说实在的，就是要唱给所有平凡中的人们的，唱给那些曾经或者正在经历着黑暗的人们的。每个人其实都逃不过挫折的，平凡的武器就是那一份的坚韧了。世界之大，众生渺小，我们即便不可能分享到王一博的所有的快乐，但是呢，也实实在在的承受不了他所承受的那些痛苦的。王一博即便一次次的被挫折打败过，然而呢，他却偏偏的选择了不断的 stand up。就像赛道中忘我疾驰中的他，即便摔出了跑道了，他依旧会立马的爬起来，立马的 stand up， 继续的尝试，永不言败。我们或许看不到他在挫折当中的那种痛苦的表情，却能够看得到他站起来的那一份笑容，这就是他与别不同的成功之处了，跟年一模一样。Stand up 是一声声的呐喊，也是一种种的信念。今晚我有理由去相信，就是这种年所独有的内核所传达出来的情感和情怀，都彻底的直击到了每一个喜欢他的人们的内心了。能够得到全球华人的一致的喜爱，并且荣登了冠军的宝座，恰恰好证明了以年为圆心，所有志同道合中的人实在是太多的了。认同这首年的人不仅认同了歌曲所传递出来的情感，更因为王一博所独有的气质和演绎，让这首歌充满了情感上的丰富和共鸣了。被人拒绝不可怕，因为金光闪闪的成绩已经证明了一切了。唯有作品，唯有荣耀，才是最强最有力的王一博的回击了。年年不忘，爱必回响。王一博的五公主，也就是这个年，能够取得如此优异的开挂的成绩，在新闻我看来，
偏偏就是因为永不服输的他，就喜欢通过别人家的拒绝去成就了自己的倔强。西安我也特别的期待王一博在家乡的舞台上，在河南的春晚上，能够为喜爱他的人们继续的带来更多印象深刻、别具一格的王之表演出来。因为拒绝无伤，我必刚强，念念不忘，爱必回响。